俄军 Su-34战斗轰炸机再次坠毁，疑似发生引擎故障。乌克兰再获大批援助，法国决定向其提供一批米兰反坦克导弹和凯撒车载式榴弹炮。F-35包围俄罗斯，美与盟国力助乌克兰。大家好，我是火力军，今天又为大家带来全球最新资讯，精彩内容即将开始。乌克兰空军东部司令部声称，近期乌军在哈尔科夫州击落了一架俄罗斯 Su-34战斗轰炸机。然而，通过一段从哈尔科夫州巴拉基亚附近民众所发布的影片，看到的情况却是苏-34无明显外伤，呈现的是苏-34陷入水平螺旋，在不断转圈中坠毁。战机本身并无起火，也无冒烟，更像是引擎故障导致。根据民众所提供的影片显示，苏-34在无明显外伤的情况下出现致命的水平螺旋，也就是机身呈现水平状态，但不受控制的顺时针或逆时针旋转。由于此时机身已经拥有一定的升力，所以苏-34坠毁的速度并不快。然而，战机出现这种失控是很难进行摆脱的，同时也意味着飞行员逃生几率非常低。而从影片中也没有发现这架战机飞行员进行弹射逃生。这种水平螺旋失控比较容易出现在那些机身较薄的战机，例如格鲁曼 F-14熊猫式。另外，像 MiG-29和苏-27系列战机出现的概率较高。主要原因是这种设计的引擎相距较远，若是其中一具引擎出现故障导致失灵，另一具仍拥有推力的引擎就容易对机体产生旋转力。言归正传，不管这架苏-34战机是因何种原因坠毁，已是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俄军失去的第8架苏-34。在俄乌战场上曾被誉为空战坦克，拥有1吨半的钛合金澡盆装甲的苏-34防护力神话已经不知道被打破多少次了。苏-34战斗轰炸机是基于苏-27平台发展而来的一款战斗轰炸机，该型飞机的主要任务已经锁定在对地攻击，但是苏-34战斗机拥有着先进的航电系统，能够胜任其很多防区外打击任务以及远程打击任务。只要让苏-34挂载精确制导导弹，他们就可以在很远的安全距离进行打击。而如今，俄罗斯正在让苏-34战斗轰炸机执行起很多低空投放、低阻航弹的任务。让价格成本高昂的苏-34战斗机执行此类任务，毫无疑问的是错误的选择。此前击落的苏-34战斗轰炸机中，也导致精锐王牌飞行员被乌克兰方面俘虏。如今在乌克兰战场上，俄军对苏-34战斗轰炸机的使用完全背离了该型飞机的设计初衷，而这类任务应当交由苏-24战斗轰炸机和苏-25攻击机来执行。若是俄军继续将苏-34战斗轰炸机用于这种低空对地炸射行动，那么毫无疑问，苏-34只能继续变成废铁。好了，关于俄军苏-34再次坠毁的消息就讲到这里。下面是关于法国对乌克兰再次援助的最新消息。近期在法国总统的一段谈话中提到，法国将向乌克兰提供一批新的军事援助，其中包括米兰反坦克导弹与凯撒车载式榴弹炮。不过，并没有说明法国交付的米兰导弹和凯撒炮的数量，理由是以避免提供可被俄军利用的行动信息。一些法国媒体援引内部消息称，法国将从法军提取12辆凯撒车载式榴弹炮，用于装备乌克兰军队。从法军武库中提取的米兰反坦克导弹早已送抵乌克兰，而凯撒车载炮将在未来几天送达。同时，40几名乌克兰军人从周六起在法国接受培训，以熟练掌握这一火炮系统的运用。凯撒车载式榴弹炮是由法国 Nexter Systems 开发的车载火炮系统，曾在阿富汗于2017年收复伊拉克摩苏尔期间大显身手，战斗权重30吨，主炮为155毫米口径，射程42公里，携弹量为18枚。法国目前共拥有76辆凯撒车载式榴弹炮，由卡车装载，能够快速机动部署，并且操作还十分方便。炮组人员为6人，但在特殊情况可以减少到3人，自动化程度很高。在进行作战时，当观察员发现目标后，就会使用激光扫描器扫描目标，并自动传送精确坐标。凯撒炮每分钟可发射6发炮弹，随打随走，安全性非常高。凯撒炮口径为155毫米，安装在全地形卡车上，能以高精度击中40公里外的目标，现已装沙特阿拉伯、丹麦和捷克共和国的军队。米兰导弹是法国研制的第2代轻型反坦克导弹，1963年研制，1974年装备部队。原理与美国的托式导弹相似，采用目视瞄准、红外半自动跟踪、导线传输指令制导方式，弹径116毫米，弹重6.7公斤，射程2000米，垂直破钢甲690毫米，整套系统重量16公斤，单兵携带较为勉强，是北约的主要反坦克武器。除在法国和德国生产外，
米兰导弹还在英国、印度和意大利进行生产，已为43个国家生产了33万多枚米兰导弹和1万多套发射装置，正在生产的型号为米兰3，是由法国、德国和另外2个国家订购的。不知此次援助乌克兰的会是哪一个型号？关于法国援助乌克兰凯撒炮与米兰反坦克武器就到这里了。下面是关于五代机包围俄罗斯的最新消息。就在西方国家援助乌克兰帮其抵抗俄罗斯之际，洛马公司的 F-35隐身战机已在欧洲成为焦点。早在2月底，也就是俄乌开战之前，美国便已经在欧洲增兵。美国便从犹他州希尔空军基地出动了12架 F-35A 战机，还有350名军人到德国。后来还有6架 F-35从德国斯潘达勒姆空军基地飞到北约前线，降落在波罗的海和黑海地区，以加强盟国防御。除了美国以外，西欧国家也在俄罗斯附近的盟国境内部署了 F-35。例如，荷兰就在保加利亚部署了4架 F-35，为北约执行空中警戒巡逻任务。虽说美国曾表示绝不可能派 F-35前往乌克兰，因为这样做无疑会让俄乌战争恶化，但目前部署的 F-35正在欧洲产生间接影响。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一点便是 F-35部署东欧或许能打消俄军扩大攻势，攻击乌克兰以外地区的念头，因为 F-35最拿手的任务之一就是制压敌防空，摧毁敌方防空系统，并建立空中优势，从而掌握制空权。要知道，在俄乌战争中，尽管俄乌双方都有防空系统与战机，但都未能在战争中夺得制空权。前加拿大空军中校洛马公司 F-35高级试飞员比利·弗林表示，若在战场上使用 F-35，就有机会在空中取胜，获得制空权。F-35正是为俄乌战场这类作战环境而设计的。他认为 F-35主要优势就是隐身能力，可以看到所有敌人的空对空威胁，并将他们全部消灭。再加上完全消除地对空导弹威胁，从而实现制空权，还可以近距离进行空中支援、支援地面部队等。作为美国第2款服役的5代战机 F-35，虽然只是单发单座战斗机，但其具有较高的隐身设计、先进的电子系统以及超音速巡航能力，主要用于前线支援、目标轰炸、防空截击等任务，已经成为美国及其同盟国未来主要的第5代战斗机之一。你觉得若是 F-35参战，能否尽快结束俄乌战争？欢迎评论区讨论一下。我是火力军，咱们下期再见。